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李沁下部剧《人生路上》是参加花少拿到的福利剧，这部剧今天一官宣就被不少当红女艺人家各种争夺，希望片方能选自家姐姐，还有不少年轻男演员家也在自荐，希望能出演这部剧的男主角、男配角。竞争的火药味浓得像菜市场抢最后一条鱼，圈内人挤破头，粉丝群里吵翻天，个个都盯着这块肥肉，谁能笑到最后还没定数。李沁这几年接的剧不少，成绩却像坐过山车，高低起伏让人捏把汗。有人说他挑剧本的眼光像蒙眼选菜，运气时好时坏。可这次人生路上的本子，圈内人私下都传是个硬核项目，题材贴地气，班底有分量，连配角的戏份都能写得让人掉眼泪。拿到手，演好了，可能就是他翻身的一战；演砸了，那就是又一个话题，热搜榜上多挂几天。片场外的争夺战比剧本还精彩。某位流量小花的团队听说连夜开会，经纪人亲自出马游说导演组，摆出一堆数据证明自家艺人带货能力。还有个年轻男演员，粉丝已经在社交平台上喊话，列出10条理由证明他是男主的不二人选，评论区却炸了锅，半数人吐槽他演技像木头。另一边，李沁的粉丝也不甘示弱，晒出他过往角色的经典片段，硬是把话题热度顶了上去。网络上你来我往，像是提前上演了一场大戏。这种选角乱战其实不新鲜，几年前《玫瑰的故事》定角时也是这样一出群雄逐鹿，导演组每天被各种关系电话轰炸，制片人笑言自己快成接线员了。那时候最后定下的演员阵容，多少人觉得是黑马逆袭。如今人生路上这局棋，表面看李沁占了先机，但娱乐圈的事，谁敢拍胸脯打包票？今天你是香饽饽，明天可能就被换掉，连个招呼都不打。李沁这边团队估计也在咬牙备战，他前几部剧的收视成绩确实让一些人对他的号召力打问号。记得有次发布会，他被问到某部剧扑街的原因，脸上笑得僵硬，手却不自觉地攥紧了话筒。那一刻，镜头扫过，全场安静的能听见呼吸。压力这东西，旁人看不见，但他肩膀上的分量，谁都能猜个8、9不离10。这次机会对他来说不是简单的新剧，更像是一场硬仗，输不起。再说这剧本，听说故事线扎实的像老匠人打的家具，细节经得起推敲。女主是个普通人，生活里满是鸡毛蒜皮，却总能在绝境里咬牙爬起来。这样的角色演好了，能让观众隔着屏幕掉眼泪；演差了，就是一盘散沙，观众看得哈欠连天。李沁要是能拿下，估计得花不少功夫钻研角色，连走路姿势、说话语气都得反复琢磨。毕竟观众的眼睛毒得很，假模假样1秒就能看穿。至于对手们，也不是吃素的。某位女艺人最近刚凭一部网剧爆了热度，粉丝战斗力强得像训练有素的军队，团队更是擅长操作舆论，稍有风吹草动就能把话题炒上天。还有个男演员，虽然演技被诟病，但人气高的离谱，带资进组的传闻早就传开了。片方选角表面看重实力，背后却得算账本、流量、资本、话题度，哪样都得掂量清楚。导演组估计头都大了，选谁都得罪人，不选谁也得罪人。圈里人私下聊起这事，语气里都带着点戏谑。有人打趣说，这剧还没开拍，戏外已经拍了10集。确实，娱乐圈的逻辑向来是明争暗斗，笑脸背后藏刀，谁都想咬下最大那块蛋糕。
李沁能不能守住这机会，关键看他团队怎么运作，也看他自己能不能顶住压力。毕竟，机会这东西像风里的沙，抓不住就没了。现在的局面像极了一场牌局，每个人手里的牌都不明朗，片方在观望，演员在博弈，粉丝在撕扯。最终定角那天，估计又是腥风血雨，有人欢喜有人愁。记得有次类似的大制作定角，某演员落选后，团队直接发文内涵片方有眼无珠，结果反被扒出黑料，热搜挂了3天3夜。这圈子水深的能淹人，表面风光，底下全是暗流。李沁这回要是能站稳脚跟，演出一部让人挑不出毛病的戏，未来路子可能会宽不少。反过来，要是再失手，舆论的风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观众的记忆短，但对失败的标签却记得格外牢。他站在这路口，往前一步是光，退后一步是坑，压力有多大？看看他最近几次公开露面，眼底的黑眼圈比粉底还厚，答案就在那。这剧的走向牵动的不只是演员的命运，还有背后一堆人的饭碗。编剧盼着剧本别被魔改，导演盼着演员别拖后腿，投资方盼着收视率能爆。每一环都像紧绷的弦，稍微一松就全盘皆输。而对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来说，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这出戏怎么唱下去，谁上谁下，谁笑谁哭，过不了多久就有分晓。还没翻车就翻红了。花勺里被低估的李沁惊艳全场，她也该火了。李沁这个在影视圈沉浮10余年，始终系红人不红的气质女星，竟靠一档综艺让无数观众直呼宝藏女孩。花与少年期里，她吃着最香的饭，睡着最乖的觉，干着最实在的活，用一碗又一碗的米饭和一次次的默默付出，彻底打破了人们对女明星的刻板印象。在节目中，李沁丝毫不顾及女明星的形象包袱，她早餐就能大口炫米饭，吃小龙虾战斗力惊人，一碗吃完没饱还会非常自然地要求再给一碗饭。她那香甜又文雅的吃香，充满了生命力和感染力，被观众亲切地称为米饭屠夫。她对碳水的热爱毫不掩饰，享受食物，尊重身体需求的样子，看得人心情都变好了。她的睡眠质量也让人惊叹不已。她在睡觉时安安静静，姿势端正，能从入睡保持一个姿势到天亮。节目中，她主动将大床让给同屋的妹妹，并表示我根本不需要这样大的床。当她全程一动不动的乖巧睡姿展现在观众面前时，大家才发现她说的是实话。这种婴儿般的优质睡眠，在现代社会简直是一种炫富，是身体和心态都极度放松的体现，让无数熬夜网友羡慕不已。李沁在团队中展现了极高的情绪价值和体贴入微的关怀。在长时间的赶路过程中，面包车的最后一排最不舒服，但李沁和小妹每次都会主动选择后面的位置，把舒服的位置让给容易晕车的人。她还会提前准备晕车贴，细心照顾队友。当张雅钦不小心把手机掉进水里时，李沁第一时间上前安慰，简单一句没事没事，先别慌，瞬间抚平了对方的焦虑。后来更是默默递上纸巾，陪伴在旁。登山途中，陈数体力不支落在队伍后面，李沁主动放慢脚步，不仅送水递物，还帮他背包，一路陪伴直至登顶。在玉林徒步时，他会偷偷走在陈数后面关注他的状态。他甚至会注意到同伴鞋带散了，很自然地蹲下帮忙系好。在高海拔地区，默默为同伴递上氧气瓶。他的关心不是喧宾夺主的，而是润物细无声的。李沁的来都来了精神在节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面对节目设定的与动物合影以获得经费的任务，虽然对蛇类向来畏惧，但为了团队，他坚持突破自我，
硬着头皮走近，试着靠近并试图与蟒蛇亲近。在需要与变色龙互动时，他始终紧张，却为了成片效果，咬牙坚持，强迫自己放松，努力把镜头前的表情调到最佳。看到变色龙爬到他臂弯时，他吓得脸都白了，身体也发抖，但为了团队经费，他还是深吸一口气，硬着头皮去碰变色龙。攀爬软梯观看狐猴时，李沁虽然只爬了2节就难以继续，幸亏队友和现场工作人员及时协助，但他那份不服输的劲头让他坚持到底。在他身上有一种非常可爱的反差萌，一边怕得五官乱飞，哇哇大叫，一边又咬着牙说来都来了，然后坚持完成任务。这种不矫情、有担当的实在劲儿，特别拉好感。李沁本人低调务实，没有任何偶像包袱。节目里的他着装简单，甚至反复穿旧衣服，经常素颜戴个帽子，毫不介意形象。他甚至因为节目组发的一个土气但无比实用的红色编织袋太好用，而一路背到了最后。这种不刻意营造明星感，怎么舒服怎么来的真实状态，让他显得格外接地气，充满了生活气息。在参加花少期之前，李沁也曾有过顾虑。他和马思纯都算是综艺新人，参加节目的次数少之又少。除了性格上相似，都是爱人，很怕在节目中很难融入进去。他们还一致认为，作为演员还是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。而两人不约而同地参加了这次的节目，主要是因为看了节目邀请嘉宾之后，觉得几位嘉宾人都很不错，所以才怀着忐忑的心情参加。李沁的跨界演艺之路并不容易，他从小就学习昆曲，吃了不少苦，早早被上海昆剧学院院长蔡正仁选中，成为该院的第5代杜丽娘。后来得到李少红导演的赏识，有机会出演2010版《红楼梦》中的薛宝钗一角，从此正式改行成为演员。他从配角开始演起，逐渐走到主角的位置，但在流量方面比同期小花差了一些。他不愿意炒作，平时也很少参加综艺，大多数时间都忙于拍戏。老戏骨何冰对他的评价是，他很可爱，也很玩命，能豁出去。搭档男演员黄景瑜也曾说李沁是少见的很认真且较劲的女演员。李少红则表示，李沁是耐着性子，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走。在其他流量小花还困在古偶剧怪圈中走不出来的时候，李沁早就开始往正剧领域转型了。花少期这趟旅程对李沁本人似乎也有积极的影响。有报道称，节目结束后，朋友和粉丝都觉得他变得更加开朗和明媚了。一段愉快的旅程和融洽的伙伴关系，不仅能展示一个人的美好，也能反过来滋养参与者自身。